这是今年初买的2颗春石斛，现在正是春石斛的花季，但它俩都没有花，那要看花估计要等到下一个花季了。既然它俩没有花，那正好可以处理一下它们2个。这颗我那天忽然觉得这里面可能是2颗，所以我就想打开看看是不是2颗，如果是2颗我就分种成2盆。买的时候是当1颗买的，如果真能1颗变2颗，那可就赚便宜了。印象当中这颗是在卧龙岗的那个小花展上买的。可能您还记得之前说过，这种石斛主要有3个花系，白色、红色、黄色。我目前开着花的4颗都是红色系。出来了，根看着还不错，而且更加肯定这一定是2颗，不是1颗。等一下我需要慢慢把它们拆开，这个根看起来都交织在一起了。我之所以又买新的小苗，是希望增加一些颜色。看比较小的这个有一个老的假鳞茎，这个应该是一个扦插苗，是用老假鳞茎扦插成活的，而且还可以判断它的扦插方式是竖着插，就是把这一节小的假鳞茎竖着插到盆里长的这个苗。而另外一组比较大的苗，我感觉更像是摘的高芽儿，所以看起来像是摘了一个高芽埋到这个盆里，顺手又插了一节假鳞茎，就老的假鳞茎，结果这2个都成活了。不知道这2颗是同一个品种还是不同的品种，只能等它们开花以后才知道。它们的根都挺好，不用处理，直接再给埋回去就行。这个大的我就还用原来那个盆，小的那个我另外给它找个盆。它的植料挺细碎的，有不少就看起来像是土啊还是什么那种特别细碎的。我本来想接着用的，但是扒拉扒拉看了看，里面有虫，我虽然不太知道它们是什么虫，那想一想说算了，我还是给它们换一点新的植料吧。这颗大的呢，我还是把它原来的这个支撑杆一块埋进去，免得它不稳。感觉像这种需要支撑的，提前埋上一个杆比事后再插可能更容易一些，而且不用担心会插坏那个根儿。我用的是树皮混料，尽量从盆底铲了一些比较细碎的。再找一个盆装这个小的，这个小的根儿还挺长，我这盆显得还有点不够高了，所以呢这个根儿我就稍微把它弯了一下就放进去了。接下来也是装着树皮混料，这个类型的石斛上盆的时候大致上在盆的中间就行，不用特别偏向一边，因为我发现这种石斛长新芽它会转着圈的四周的长。当然只有很少的时候可能发现，比如说像这个只在一个方向，但只要它长多了以后就会四周圈长。这个石斛我买的时候是有一个名签的，但是我实在有点看不懂这算是什么品种，还有个日期看起来像是去年4月份，也许是去年4月份种到盆里的吧，这是我猜的。虽然看不懂，这个签儿也还是插在这儿。这俩先放一边，再去处理另外一盆。这盆也开始长新芽了，它有一些老的假鳞茎，东倒西歪的。这些没有叶子的老假鳞茎明显是开过花的。这个有叶子的叶子也不太好，感觉这是晒伤。我感觉这棵比较怕晒。这是它的名签儿，按照这个名签儿去查，我还查到了它的 family tree， 这有可能是个黄色的，我特别希望它是个黄色的。我不打算给它换盆，
我是打算把这几个东倒西歪的老假鳞茎剪下来去育苗。我先用的这个剪枝的剪子，这是个错误，剪枝的剪子太宽了，会把它那个茎压伤很大一部分。还是用普通的剪子或者用刀切下来比较好。一共有4条没有叶子的老假鳞茎，我剪下3条，只留1条。留下的1条比较短，也比较靠近新长的芽儿。这盆虽然我没有打开盆看里面，我觉得这个是分出来的苗。对于这种石斛的育苗，我之前试过的方式就都是一整条躺在湿水台上，那个方法蛮简单的，剪下来的枝条直接放上去就行，不用做任何处理。不过今天我也想尝试一下另外一种方式，就是竖着插进去的那种方式。如果仔细看一下假鳞茎，会发现有些地方是没有出过花芽的，但有些地方出过，像这根头上没出过，中间某一些节上有开过花。一般情况来说，开过花的这个位置上不会再出芽，这是一般的，特殊的情况当然有。而没有开过花的那些节上就比较容易出苗。另外这一枝花一直开到顶儿，所以上面这些也不太容易出苗了。剪下来竖着扦插，可以是最顶上的，当然也可以是中间某一段。我今天的打算是最头上给它剪一段。看了一下这3个茎当中有2个的头上没有开过花，所以把没有开过花的那2个的头剪下来。竖着扦插，我虽然剪的是头上这一段，但是其他的段都是可以的。如果是躺着扦插，因为伤口并不会埋起来，所以呢不需要处理伤口，直接放在湿水台上就行。这么放还有一个好处，挺节省空间的，这么一个盒里可以堆上好多。但也有一个问题，如果堆上好几个品种的，就搞不清谁是谁了，不太容易做标记。我试着在这个杆上写了个数字5，看看能保持多久。正开着花的那4颗已经使用了数字1到4，所以就给它第5吧。回头我把它的母株上也加上一个号5。既然他给了一个号，另外也给一个，那就是6。从这个盆里不是还分出来一颗吗？那个就也是6。如果将来它们是同一个品种，那自然是同一个号。如果不是，再给它新的号也不迟。我现在有点希望它们不是同一个品种，这属于占便宜没够哈，已经1盆变2盆了，还想变成2个不一样的，太贪心了。也给它做了一个外套盆。这2小节呢，暂时我先不插，等着它这个伤口风干一下，可能要等到第2天吧。不过我还是搁在这个扦插盆里，伤口冲上。那我现在用的这个处理伤口的方式就是自然风干法，当然也可以用其他的很多的方法，之前有介绍过，草木灰啊、封伤口剂啊，或者是桂皮粉啊等等，甚至白糖、蜂蜜都可以用来封伤口。自然风干后，这是第2天的样子。看这伤口有点干了，这样就行了。我就可以把它倒过来了，就是伤口冲下。为了让它们保持一致，我还是用了水苔，而且这个水苔就是从那个盒子里头揪出来的。这样竖着插，用树皮混料也行。整个扦插育苗期间，唯一要做的就是保持湿润，不用给肥，但是一定要保湿。光照的环境，蝴蝶兰的环境就行。育苗的盆还不能盖起来，因为还要保证通风良好。但如果您觉得您的环境太干，需要保湿的话，可以适当的盖起一部分，一定要留足够的通风口。看这个花
这就是捡到老的假鳞茎育的苗开的花。看下面，它之前的那个老的假鳞茎到现在还是绿着的呢。我之前的育苗方式都是这种让假鳞茎躺下，横躺在这儿育苗。横躺着育苗我觉得挺省心的，成功率也很高，尤其是不用担心假鳞茎会腐烂。竖着这么插下去是个什么情况我还不是很清楚，那我试一下可能就能找到感觉了。